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连日来，中国科技成为全球媒体持续关注的热词，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等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表述，频频出现在外媒报道和研究机构的报告中。7号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议案中提出的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这一消息，也引发了外界关注和热议。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各代表团8号全天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将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加强该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等职能。公开资料显示，科技部正式成立于1998年。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科技发展的宏观战略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法规等。25年来，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进一步跃升，开启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阶段。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今年2月宣布，2022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3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5%，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连续4年超过6%。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位。有观察指，随着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如何组织和促进科技创新也变得日益重要。对科学技术部进行机构改革，有利于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理顺科技管理的相关职责，推进部门协同开展科技创新，使国家科技管理更加高效。科技创新，我个人认为是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基础跟这个动力。因为客观来讲，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正在前所未有的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发展过程中演变的一些外部的挑战，中国和外部的这样一个战略环境和战略态势的一个变化呢，加速了我们这些改革的这样一个进程，是让我们的这个改革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德国之声、英国路透社、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外国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对方案内容进行了报道。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7号发表题为《中国正在重新组建关键政府机构，已在科技领域超过竞争对手》的文章指出，从广泛意义上来说，中国科技部的重组将与中国在创新、基础研究投资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国家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英国知名科技新闻网站 The Register 8号称，中国重组科技部是该国为结束对西方技术依赖并促进国内创新而走出的重要一步。彭博社的分析则指出，中国选在此时大力推动机构改革的背景是，美国对华在高科技领域日益严重的出口管制与打压制裁，特别是在半导体及人工智能领域。虽然中国政府并未明确指出此次机构改革旨在应对的具体挑战，但相关行动被外界视为旨在应对国际科技竞争、摆脱外部遏制打压的必要举措。I think the restructuring that we're seeing coming out of the NPC, and of course it's early days here, it reflects to some degree in the technology sector this recognition that the U.S. is putting increasing pressure on key priorities for Beijing. So I think China is still grappling with the full implications of that, and there'll be a lot of focus on domestic investment in these key hard and core technology sectors, for example, like semiconducto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长期关注中美关系发展的中国改革有益奖章获得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日前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他特别注意到了习近平5号下午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库恩看来，习近平当天的讲话正是对中共20大报告中关于科技创新部分的再度深入阐述，不仅有提纲挈领的原则性概括，更有细节指引，让外部世界得以进一步清晰了解中国科技新阶段发展的蓝图规划。He talked about opening up new areas and fostering new growth as a result, and the only way that this can be done is through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w, he didn't leave it with that, which is still general. He talked very specifically, and just to give you some examples, he talked about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So those are very specific kinds of directives, which he did not give for other kinds of things. And I think everybody gets that message. 库恩注意到，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已成为中国最高层关注的重中之重。受当前外部恶劣环境影响，
短期内，半导体等产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或将经历一段难熬的日子。但只要潜心耕耘，未来中国定能掌握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主动权。It is a critical situation. President Xi recognizes it, has for some time, but now has put more emphasis on it than ever before. By putting the emphasis, I want to stress, doesn't make it happen right away. Short term, some areas of China's development will be negatively impacted. But long term, one can be reasonably confident that China will develop its own chip industry and therefore be independent. 全国两会期间，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等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表述，频频出现在世界媒体报道和研究机构的报告中。新兴技术应用热土、全球重要创新高地等，成为国际舆论描述中国科技发展活力的热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中国有能力在未来成为世界顶级科技大国，因为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关键量子技术、能源、生物技术以及先进材料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知名综合性财政金融集团荷兰国际集团称，相信中国政府会对研究机构在研发方面进行大力支持，并最终实现在先进技术上的自立自强。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安娜·马林伯格巫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方面。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通过高质量的创新和技术突破，进入了更具科技含量和包容度的新发展阶段。这些变化增强了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